俄罗斯重回苏联有多难？从俄罗斯最近一段的发言来看，普京的目的就是让俄罗斯回到苏联时代，或者重现帝国荣耀。如果俄罗斯成功夺取乌克兰的领土，下一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甚至是波兰与外高加索地区，一步步扩大自己的疆域。第一个目标之所以选择乌克兰，那是因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永远无法崛起。换而言之，夺取乌克兰领土之后，俄罗斯就能以此为跳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英法德或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再次公开表态，欧洲绝不放弃乌克兰，将战斗到最后一刻，确保乌克兰的和平。那么，俄罗斯能否重新回到苏联时代，难度有多大？为什么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崛起？俄罗斯想重回苏联，可不是火力军随便说的。根据塔斯社的报道，在5月份，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表示，1991年发生的苏联解体存在程序缺失，因此苏联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宪法专家早已承认这一点，而乌俄战争也应该被视为内部事务。在6月份，战争研究所爆料，克里姆林宫正通过一些手段将吉安组织盟友们的部队纳入俄罗斯的军事指挥。具体来说，在6月24日，俄罗斯杜马通过一项协议书，允许吉安组织国家在爆发冲突、威胁甚至演习时，向其他吉安组织国家的领土派遣军队，并且协议书还引入了一个编队指挥的概念。老大是谁，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很明显，俄罗斯这是想要组建一个多国军队，重现苏联荣光。在7月份，卢卡申科口出狂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只是征服欧洲的第一步，波罗的海三国与波兰已经在俄罗斯的入侵名单上。结合以上言论，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俄罗斯这是想重回苏联，或者重现俄罗斯帝国的辉煌。当然，这里说的重回苏联，并不是说回到苏联制度。科比亚科夫所说的苏联在法律上还在，是想把乌俄战争描述为苏联的家事。既然是家事，那就内部解决，北约就别掺和了。最终目的就是想要北约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并不是将俄罗斯的名字改为苏联，或者重新组建苏联。当然了，俄罗斯也不可能重建苏联，现在的俄罗斯政权就是苏联解体过程中诞生的。叶利钦和他的亲信集团就是踩烂苏联的第一凶手。普京自然也不会选择重回苏联制度，估计是觉得分家分亏了，心里不平衡，把苏联抬出来，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夺回苏联的疆域，重现苏联的影响力和地位。从领土大小来讲，沙俄比苏联还要大，毕竟多了一个芬兰和波兰。论军事成就，沙俄与苏联也差不多。苏联有柏林插旗2极之一，沙俄也有巴黎神圣王、欧洲宪兵。所以说，普京想重建俄罗斯帝国也没问题。不过帝国说出来不好听，毕竟都21世纪了，还拿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老皇帝说事儿，太丢面子。所以苏联就成了最好的挡箭牌。那俄罗斯能重现苏联荣光吗？先说答案，俄罗斯绝对无法重返苏联，无论是疆域、经济、地位，还是实力与军工，都是如此。在疆域方面，俄罗斯没有资格重回苏联。当初分家的时候，可是大家都同意的。苏联解体时，波罗的海三国先跑了。苏联1991年8月发生政变，波罗的海三国9月份就宣布独立。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则是等到了12月签署别洛维日协定，表示作为苏联的创始国，现在基于现实问题要停止其存在。后面就是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与格鲁吉亚11个加盟国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大家以后各玩各的。之后就是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分家的时候是大家一起，俄罗斯也没有资格单方面表示破镜重圆，并且1991年苏联解体时，15个加盟国都说好了彼此承认主权和领土的合法性，乌克兰也是如此。按照当时划地盘时的边界线，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不过很明显，现在的俄罗斯反悔了，领土与人口都大幅缩水。俄罗斯现在的领土1709万平方公里，比苏联少了500万平方公里，人口1.44亿，仅为苏联时期的一半。中亚和东欧加盟国的独立，使得俄罗斯失去关键缓冲带。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后，俄罗斯的西部边境线衰退至莫斯科大公国时期水平。乌克兰也一直想加入北约，投入欧洲的怀抱。这个时候，俄罗斯觉得分家的时候自己吃
亏了，少了很多东西。于是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2022年入侵乌克兰，发动乌俄战争。只能说还是克里米亚危机让俄罗斯尝到了甜头，觉得侵略别人领土的感觉比较爽。只是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乌克兰就开始加强军备，加上俄罗斯高估自己以及北约的队伍援助，致使俄罗斯一直没能成功，所以把苏联抬出来，表明这是苏联的家事。只能说俄罗斯这是想太多，苏联认不认你这个儿子还是两说。就乌俄战场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再打几十年也不可能拿下乌克兰，想要重回苏联疆域更是不可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在苏联时代，波罗的海三国的确是软柿子，捏捏就捏了。苏联直接将当地10%的人口送到西伯利亚挖土豆，然后再迁入大量俄罗斯人，想要把波罗的海三国逐渐变成俄罗斯的模样。如果把这种行为概括一下，那就是殖民。独立之后，波罗的海三国就找了一个大哥，北约，只要俄罗斯敢动手，那就组团群殴。而且波兰已经放话了，只要俄罗斯进攻波罗的海三国，那就打。外高加索地区也已经与俄罗斯闹掰了，特别是阿塞拜疆。2024年12月，阿塞拜疆客机遭到俄罗斯袭击，坠毁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俄罗斯一直没有公开道歉，更别说赔偿了。最近，阿塞拜疆的民众非正常死亡，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现在有消息称，阿塞拜疆已经出兵支援乌克兰，首批至少派遣1000名特种兵。在外高加索这边本来还有个亚美尼亚占俄罗斯，但自从当大哥失职，看着小弟挨揍，亚美尼亚也不干了，直接翻脸不认人。俄罗斯想要拿回外高加索地区，只有武力这一条路可以走。不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虽然没有加入北约，但后面还有个土耳其，而且北约也不会同意俄罗斯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土。至于吉安组织里的成员国，说实在的，俄罗斯不想要，没办法，缺乏建设领土的能力，自己也没钱，如果只要地，不过这些加盟国投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如果是这样，吉安组织的国家也不会加入俄罗斯，只会对普京说绝对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想让我们加盟，放弃独立自主，还是想一想用什么姿势可以做到这样的梦比较实在。俄罗斯的疆域不可能恢复，经济也是如此，这个目标甚至比恢复疆域还要难。就经济来讲，苏联混的其实还不错，虽然最后解体了，但不管怎么说也是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国土面积2200多万平方公里，横跨亚欧2大洲，人口数量近3亿，条件在这摆着，经济不可能差。从1928年开始，苏联就开始搞计划经济，以实现快速工业化，而且西伯利亚的油田一开，卖石油赚的钱能养半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苏联钱包鼓到能和美国掰手腕。在1973年，与美国的差距最小，当时苏联 GDP 为7000亿美元，美国 GDP 则是14285亿美元，达到了美国的49%。不过，苏联的经济有一个问题，严重依赖石油。戈尔巴乔夫改革前，石油占外汇60%以上，经济结构太过单一。通过控制石油价格，美国就可以控制苏联的发展。加上西伯利亚开采成本远高于中东，出海口受限制约等，苏联的经济虽然不是很差，但也无法超过美国。当然，经济达到美国的49%，已经比大多数的国家都要好。这个数字，俄罗斯做梦都不敢想。俄罗斯2024年的 GDP 大约为2.06万亿美元，而美国2024年的 GDP 为29.18万亿美元。如果达到美国的49%，那就是14.3万亿，比现在高7倍。很明显，俄罗斯做不到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 GDP 一度不足苏联时期的30%。为了复苏经济，只能继承苏联的发展模式，大量出口能源，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如果石油价格长期维持低水平，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在2013年的时候，俄罗斯经济就达到了2.23万亿美元，但之后就一路狂跌，在2016年达到最低的1.28万亿美元，足足少了1万亿美元。原因也很简单，石油价格有波动。2013年的时候，国防油价处于最高位，所以俄罗斯的 GDP 很好看。但是随着2014年油价暴跌，卢布大幅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缩水，进口成本增加，加剧了经济波动。并且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美国与欧洲国家开始制裁俄罗斯，限制其全球市场、融资以及贸易活动，外部投资没了，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复苏空间。在全球贸易方面，俄罗斯与中印、土耳其的贸易远超苏联封闭时期。
期，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这种过于单一的经济模式决定了俄罗斯的经济无法翻7倍。顺带一提，俄罗斯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与苏联高度相似，依靠石油、军事支出占 GDP 的大头。苏联 GDP 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之所以能与美国全球争霸，最大的原因就是发展偏向重工业，占 GDP 的40%。它的钢产量、石油产量、造船吨位数都不比美国差，发电量也达到了美国的90%。至于民用轻工业，那就别提了，商店里排队买面包是日常，民众想要一台冰箱都要等5年，想买条牛仔裤得找黑市。也正是因为这种畸形的经济，导致苏联解体。现在俄罗斯也走向了这条路。之前我们聊过，俄罗斯的国防开支明面上是占 GDP 总量的 6.3%， 但加上那些无抵押贷款以及国家福利基金，俄罗斯实际上的军费占 GDP 的 15% 以上，已经跟苏联一个等级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 12% 至 15%。在北约的制裁下，俄罗斯的经济之所以仅有小波动，原因就是军工厂在那顶着，结果就是挤压了民用工业资源，导致汽车等行业萎缩。苏联也是如此。至于俄罗斯会不会走向苏联的老路，那就说不准了。经济差就算了，俄罗斯在军工领域也无法比肩苏联，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的战场表现那么差。虽然苏联的经济拼不过美国，但军事能力一点都不弱，5万多辆坦克停在东欧，超过7000架飞机在天上飞，造坦克那就是有手就行。每年3000辆坦克，500架战斗机，足以弥补前线损失，还有4万多枚核弹，能把地球炸回石器时代，成就也很多。1953年试爆世界上第1枚实战化氢弹，1957年试射世界上第1枚洲际弹道导弹。同一年，苏联发射第1颗人造卫星。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1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可以说，在美国登月之前，苏联就是航空领域的老大，唯一的缺点就是洗衣机不太行，连扣子都洗不干净，而且漏水。到俄罗斯这边，一切都变了，想要重现苏联荣光基本不可能。苏联解体之后，分工体系崩溃，俄罗斯失去 30% 工业产能以及 25% 的军事资产，里海油田、乌克兰粮仓等关键区域独立，产业链分散至各加盟国，比如乌克兰的舰船发动机、白俄罗斯的导弹技术，这就导致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不完整，关键环节缺失，技术断层严重。在乌俄战争之前，其高科技产品出口仅101亿美元，工业结构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这方面占 GDP 的 67.5%， 加上经济问题，很难支撑复杂军工体系重建。在全球火力指数上，俄罗斯之所以能排到第2，核弹的影响占据了一半，剩下那一半苏联还要拿走一部分，就只有1/4的原因是出于俄罗斯的战力考虑。乌俄战争爆发后，俄罗斯弹药、导弹、无人机等产量有所增加，但是不够，因为技术缺失的问题，俄罗斯只能考古式科研。这几个字相信大家也都听过，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航母。苏联时期的海军还是挺强的，巡洋舰、航母要什么有什么，但俄罗斯不行，别说造航母了，修航母都做不到。库兹涅佐夫号在船厂趴窝好几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唯一能满足需求的只有地面装备。按照俄罗斯公布的数据，依托苏联遗留生产线扩产，炮弹月产量25万发，超美欧总和3倍；坦克年产量1500辆，见证着无人机年产量6000架，但也仅此而已了。通过战时动员和资源倾斜，在弹药、坦克等中低端装备上，俄罗斯已经接近苏联产能，但是高端技术自主性受限，没有完整的工业。俄罗斯的核心领域如芯片、精密机床依赖进口，这就导致新一代装备，比如苏57，研发耗时20年，仍然没有大规模列装，部分装备仍沿用苏联库存。2024年导弹拦截率因电子元件短缺下降至 82%。除此之外，现在的俄罗斯还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苏联人口达到3亿，而俄罗斯只有 1.44亿，并且还是负增长，这会制约产能扩张。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的分析报道称，因为征兵问题，在2024年年底，俄劳动力缺口达到26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在7月份，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乌拉尔工商会会长安德烈·别谢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计划从印度引进100万名劳工，以缓解技能型劳动力短缺。虽然这事儿被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保护部否认了，但真实情况如何，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结果来说，俄罗斯当年军工复苏本质就是苏联遗产加战时特需，属于非常态增长。如果制裁持续延长，俄罗斯的可持续性很难得到保证，经济军事无法重回苏联时代，地位自然也是如此。苏联到俄罗斯最大区别就是从超级大国变成一个区域强国，想要重回超级大国，再等1个世纪也做不到。
地球上的红色帝国，这是苏联巅峰时期的别称。除了地盘大、肌肉多，苏联也有很多小弟，也就是波兰、东德、捷克，谁不听话揍谁。比如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还组建了一个华约，与北约相抗衡，可以说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欧洲。在世界范围上，到处都能看到苏联的好兄弟。非洲的安哥拉、中东的叙利亚、拉美的古巴，实力强，脾气也相当暴躁。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一票否决权用得飞起。在冷战时期，苏联的用票次数最多，之后就改变了，美国开始狂用一票否决权。现在俄罗斯就拉胯了，对自己的邻居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他的就没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拉着几个一起独立的小伙伴搞了一个吉安组织，但实力都不怎么样，在欧亚排不上号。至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只能说有，但不多。非洲那边瓦格纳消失之后，俄罗斯影响力大幅削减。中东地区叙利亚更换政府后，俄罗斯连军事基地都没了。本来还有个好队友伊朗可以顶一顶，但是被 B2 轰炸之后，伊朗老实了，只让胡塞出面，给自己找点面子。至于拉美地区，早就成为美国的后花园了，俄罗斯想都不要想。就跟我们在开头聊的那样，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无法崛起。原因也很简单，东北部挨着俄罗斯、白俄罗斯，西边和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接壤，南部濒临黑海，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从扩张角度看，乌克兰是俄罗斯西进欧洲、南出黑海的关键通道。没了乌克兰，俄罗斯在东欧、西亚和北非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如果能拥有乌克兰，黑海就成了俄罗斯的后花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黑海舰队被炸成残废。叙利亚的军事基地要不要都行，只要土耳其不搞事情，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能将影响力辐射到中东与非洲。其次，拿下乌克兰，俄罗斯就能更好的威胁欧洲，伸手就能够到波兰。如果想跟欧洲做生意，乌克兰也是一个很好的通道。最后就是资源，苏联解体时，乌克兰继承了不少好东西，3500家军工企业，其中包括苏联半数以上的导弹生产能力。虽然现在已经没了，但图纸、技术人员都是俄罗斯紧缺的，更别说矿产、黑土地这种资源了。总的来说，俄罗斯想要重现苏联辉煌，需要先解决经济上对能源与军工的依赖，并且还要重建工业链，打破北约的技术封锁等问题。只是就现在情况来看，俄罗斯无法做到以上这些，自然也无法重回苏联。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海军都在大搞无人化和信息化，而欧洲老牌海军强国意大利也不甘落后。近日，意大利海军大厂芬坎蒂尼为其最新型的进化版多用途护卫舰举行了首舰的龙骨安放仪式，也标志着这款新锐战舰正式开工建造。Frammy Evo 可以看作是现役 Frammy 护卫舰的超级魔改，其核心升级有2大亮点，其一是全面拥抱未来战场。Frammy Evo 特别强化了对无人系统的整合与反制能力，使其具备在空中、海面和水下3位一体对抗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能力。第二则是信息化与火力的大幅提升。Frammy Evo 换装了最新的作战管理系统，加入了双波段固态相控阵雷达，不仅具备了反弹道导弹的潜力，还整合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火炮、导弹和通信数据链能够和北约盟军无缝连接，实现全面的信息化作战能力。那说到 Frammy， 就不得不提一下美国南产的星座级护卫舰。星座级护卫舰是美国海军基于 Frammy 重新设计的导弹护卫舰。星座级首舰星座号于2022年动工，原计划于2026年服役，但目前已经延期到了2029年。而意大利的 Frammy Evo 上线如此之快，着实是很令人惊讶的。有分析认为， Frammy Evo 展现了欧洲海军在中等强国竞争中的一种新思路，不再盲目追求大而全的航母或驱逐舰，而是选择在成熟且成功的护卫舰平台上深度魔改，不断进行技术升级，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获得应对未来威胁的关键能力。这一点在 Frammy Evo 护卫舰上体现的是很明显的。Frammy Evo 不但能执行传统的海上作战任务，又专门强调了反无人机、反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其设计思路和技术选择对其他正在进行海军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颇具参考价值。在海军内卷的时代，谁能抓住时代的潮流，谁就能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水下威胁，美国海军又给其 P8A 反潜巡逻机装上了新玩具。近日，美国海军公布了高空反潜武器能力套件，简单的来说，就是给传统的 MK54 反潜鱼雷装上了一对源自 SDB 滑翔炸弹的翅膀和制导系统，使其具备远距离快速精确打击潜艇的能力。据悉，这个升级计划总价超过6000万美元，升级完成后将让 P8A 反潜机彻底告别过去那种需要降低高度、冒险投弹的傻瓜模式。未来 P8A 可以在数万英尺的高空像投掷精确制导炸弹一样，
悠闲地将加装了 HAAWC 套件的鱼雷扔出去。这枚会飞的鱼雷将和 GDAM 一样，依靠自身的滑翔翼飞行数十公里，悄无声息地抵达目标海域上空，脱掉翅膀，打开降落伞，一头扎进水里，开始猎杀潜艇。这一升级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反潜机无需降低高度，大大减少了自身暴露在敌方防空火力下的风险，节省了燃油消耗，使得 P8A 能够更长时间地执行空中反潜任务。第二就是扩大了打击范围，飞行鱼雷能够凭借其滑翔能力攻击数十公里以外的目标，这使得 P8A 的实际反潜打击圈呈平方倍的上升。每一台 P8A 现在能够覆盖更大的面积，在高强度的反潜作战中能够减少轮换批次。第三就是对现有反潜设备的革新，本质上来说，这套设备和 GDAM 改装是完全一致的，成本低廉，结构简单。美国未来还可能对外销售，让所有装备 P8A 的盟友都能用上，进一步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反潜作战体系。火力军认为 HAAWC 套件看似只是个小小的升级，实则是美军反潜作战理念的一次重大革新。它将防区外打击的概念从空对地、空对舰成功延伸到了空对潜领域。在未来大国对抗的背景下，水下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战场，而这种超视距反潜的概念实在是让人耳目一新。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前几个月的言论是不是想要重现苏联荣光？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